你喝水的时候能分辨得出水的差异吗？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电影的名称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那时候主角喝了好几天水龙头的水，每次喝都觉得怪怪的，但他也没有想太多啊。直到某天喝水的时候，他发现水杯里有一根头发，于是他爬到顶楼的水塔想一探究竟。当他打开水塔盖子后的那个画面，让我到现在都不敢随便喝没有过滤过的水，也因此每当我在外面喝水，觉得外面的水味道怪怪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件发生在台中龙井区的台中女保险员分尸案。这起案件发生在2003年的12月，被害人名叫施金池，毕业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当时他的年纪27岁，是一名国泰保险业务员，住在台中龙井区的一个租屋处。某次因为修理机车的关系，认识了机车行的老板陈金火。一开始两个人其实就只是很普通的关系，只要施金池的机车坏了，他就会去找陈金火的机车行修理。后来去的次数变多了，跟老板聊上了几句，也慢慢的变成了熟识的人。当时施金池是做保险业务的，也很爽快的介绍客户给他，让他帮忙处理保险相关的事情。而两个人的关系也从单纯的修车客人跟机车行老板，变成了保险业务往来的伙伴。但表面上看似双赢的合作却成了这个案件的导火线。在双方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有客户在保险理赔上出了问题，而陈金火把这件事怪到施金池身上，认为是他处理不当，于是开始对他产生了不满。然而陈金火对施金池的不满并没有停在抱怨而已，于是他开始想要怎么样给他一点教训。就在这个时候，他找上了自己机车行里的学徒广德强。广德强当时大约20岁，平常就跟着陈金火在机车行出入，属于是师父师徒的关系。对陈金火来说，广德强是一个可以帮他做事的人，于是两个人开始讨论要怎么把施金池约到机车行。但这个理由其实不难找啊，因为施金池本来就是保险业务员，而陈金火和他之间也确实曾经有保险业务上的往来，所以只要用谈保险当做理由，就不会显得太突兀。于是他把月历上施金池的电话撕下来交给广德强，接着两个人决定由广德强出面联络他。这样一来啊，电话不是由陈金火亲自打出去，而是换成另一个人用一个看似正常的理由，请施金池到机车行一趟。拿到施金池的电话之后，广德强很快就开始行动。2003年的12月6号，他先用公共电话打给施金池。这个细节其实很关键啊，因为他不是用自己的手机，也不是用一个容易被追查到的方式联络他，而是特地选择了公共电话。电话里广德强用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说自己想要谈保险。对施金池来说，这听起来并不奇怪，因为他本来就是保险业务员嘛，而这通电话又跟陈金火的机车行有关，所以两个人约好隔天晚上再见面。到了12月7日晚上，广德强再次联络施金池，确认见面的事情。那天晚上，施金池在出门前还曾经告诉自己的弟弟，说他要去龙井谈保险，然后便带着资料离开了租屋处，前往陈金火的机车行。晚上9点多的时候，施金池抵达了那间他再熟悉不过的机车行。就这样，他们开始聊起了保险的内容。然而就在聊了大概10几分钟后，机车行的铁卷门突然被放了下来。铁卷门被放下来的那一刻，施金池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因为如果只是单纯谈保险，根本没有必要突然把店门关起来。但还来不及反应，陈金火就先动手了。他突然拿起棍棒朝施金池攻击，让他一下子就失去了重心。而几乎同一时间啊，店里的音响声也被刻意调大，嘈杂的音乐声盖掉了施金池发出求救的声音。接着，广德强戴上了事先准备好的黑色手套，他拿出童军绳，从后方勒住施金池的脖子。面对这两个早就有所准备的人，很快的施金池就被勒到了失去意识。两个人确认他无法反抗之后，便把他从1楼抬了起来，带往机车行的2楼。最后2楼浴室的门被关了起来。2楼浴室的门关上之后，虽然施金池已经失去了意识，但这个时候的他还没有真正的死亡。而陈金火和广德强接下来做的事情，已经不只是想要教训他了。两个人先后拿走了施金池身上的财物，包含他随身携带的物品，还有身上的饰品等等。接着，陈金火指使广德强对已经失去意识的施金池进行侵犯。更冷血的是啊，他们不是在一时失控后停下来，而是开始想办法把可能留下的证据处理掉。在2楼的浴室里，陈金火试图用水冲洗施金池的身体，想破坏可能残留的侵害证据，甚至用更粗暴的方式试图让那些证据从他身上消失。而这些行为代表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施金池其实还没有真的断气，直到后来广德强使用刀具对他的颈部造成了致命伤害，这个动作才真正夺走了施
金池的生命。最后，石金池在那间2楼的浴室里彻底没了气息。石金池在2楼浴室断气后，陈金火和广德强并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急着逃离现场。他们将自己关在2楼，开始极度冷静地处理现场。他们拿起了工具，在那间狭小的浴室里对遗体做出了残忍的破坏与掩饰。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外面的人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隔天，也就是12月8号，石金池没有出现在公司里。对于一个平时工作负责的保险业务员来说，没有请假、无故旷职是非常罕见的。主管和同事联络不上他，家属也发现他整晚都没有回家，焦急的情绪开始在这之间蔓延。于是他们立刻向警方报案协寻。就在家属和警方在外面焦头烂额、疯狂找人的时候，广德强却若无其事地走在街上。他拿着石金池的笔电、手机，甚至还有他随身佩戴的戒指，陆续地把这些财物拿去了当铺和通讯行变卖换钱。同一时间，警方接获报案之后，立刻展开了调查。很快的，他们在龙井区的一间 OK 便利商店旁边找到了石金池的机车。这间便利商店距离陈金火的机车行大概只有短短的150公尺。接着，警方调阅了石金池的通联记录，他们发现石金池失踪前接到的最后几通电话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也就是陈金火的那间机车行。12月12日，警方拿着搜索票进入了陈金火的机车行。这间店的格局狭长，空间里弥漫着一股说不上来的诡异气味。警方从1楼开始，仔细地搜查了每一个角落。接着，他们沿着楼梯一路来到了3楼。在3楼的角落里，安置着一个室内水塔。当远景靠近水塔的时候，那股不寻常的气味变得更加明显，也更加刺鼻。他们深吸了一口气，缓缓打开了水塔的盖子。往里面一看，水塔里没有清澈的水，而是沉浸着几个被深色胶带紧紧缠绕的黑色垃圾袋。当袋子被打开的那一瞬间，远景眼前的画面让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气。原本家属以为的失踪协寻案，就在这一刻变成了骇人听闻的重大命案。同一时间，石金池的笔记型电脑被一间通讯行的赵姓老板给收购了。一开始，赵老板只是觉得这个来卖电脑的年轻人神色有一些不太自然。出于常年做生意的直觉和警觉，他试着动手破解了这台电脑的密码。当电脑萤幕亮起，顺利解锁之后，赵老板点开了里面的档案，他看见了满满的保险客户资料，以及许多属于这台电脑主人的生活照片。同一时间，电视新闻上正不断轮播着女保险员的失踪消息。赵老板抬起头，看着电视上的寻人启事，再低头看了看笔电荧幕里的照片，画面上的笑脸跟新闻里失踪的女子长相竟然一模一样。那一瞬间，赵老板感到背脊发凉，他没有犹豫，立刻拿起了电话，向警方通报了这个惊人的发现。回到机车行现场，警方凭借着水塔里起货的证据，当场逮捕了陈金火。而另一头，因为通讯行老板的通报，广德强变卖赃物的行径彻底曝光，很快的也将广德强逮捕归案。陈金火和广德强落网之后，这对师徒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合作关系在面对死刑的恐惧下瞬间瓦解。两个人在侦讯与法庭的时候，展现出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他们不否认自己在场，但是都拼命的把最致命的罪名推给对方。陈金火辩称他自己只有在一旁看，动手勒死施金池和侵犯他的，全都是广德强一个人做的。而广德强则反咬自己只是一个学徒，所有的行为都是受老板陈金火的指使和威胁，他根本不敢反抗。后来真正将他们死死绑在一起的，不是他们的供词，而是现场留下来的铁证。警方为了拼凑完整的真相，将机车行1楼的化粪池给抽干了。在臭到不行的化粪池底下，警方不仅找到了施金池的红色皮包、工作证，还找到了犯案用的美工刀柄与部分被削下来的皮肉，加上法医在作案用的童军绳上以及陈金火的指甲缝里都验出了相关的生物痕迹。面对这些从水塔还有化粪池以及他们身上采集到的科学证据，法院最终重重的打脸了两个人的谎言。然而在这起案件整理的过程中却爆出了一个让全台湾社会震惊的情节。而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陈金火会被冠上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称号——台湾食人魔。这个骇人的说法其实是来自于广德强在侦讯时的自白。他向警方提到，在处理遗体的过程中，他曾经切下2块肉放在平底锅里用油煎熟，然后端给陈金火吃。这个极度猎奇病态的供词一曝光，立刻就引爆了媒体的疯狂报道，食人魔的标签也从此死死贴在了陈金火的身上。
这起案件的判决也不是一审就结束了，从2004年一审判处死刑开始，案件在最高法院与高等法院之间来回拉扯，经历了很多次的发回更审。对一般人来说，那可能只是新闻上冷冰冰的法律程序，但对施金池的家属来说，每一次的开庭都是逼他们再次回忆起女儿遭遇的惨况，甚至还要面对凶手在法庭上的狡辩与富饶，真的是非常残忍啊。直到2007年的9月，最高法院才终于死刑定谳。家属等了将近10年，终于在2012年12月21日等到了陈金火与广德强两人伏法的那一天。但就像被害人父亲曾经在镜头前撕心裂肺说过的，就算判10个死刑也没有办法换回我的女儿。迟来的正义或许给了社会一个交代，却永远没有办法填补家属心中的破洞。随着陈金火的伏法，这起案件似乎也画下了句点，但其实在他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时间回到这起命案发生前的12年前，也就是1991年，当时有一名东海大学夜间部的女学生，名叫许瑞芬，她同样也是一名兼职的保险业务员。有一天晚上，她接到了陈金火的电话，前往他的机车行谈保险，从此人间蒸发。同样是年轻女性，同样是保险业务员，同样是用保险理赔为借口，同样是晚上约到机车行里，这种高度重叠的犯案手法，让当年承办的警方怀疑陈金火就是凶手。警方曾经对他进行了3次测谎，他全部都没有通过，甚至还在警局里试图自残来中断侦讯。但碍于当年没有找到尸体就无法定罪的环境，这起案件最终成了悬案。这也不禁让人怀疑陈金火或许根本就不是初犯，而是一个潜藏了10几年的连环杀手。案件的最后还有一个非常讽刺的插曲，陈金火在执行死刑之前签署了器官捐赠同意书，声称想要赎罪。在他被执行枪决之后，法医摘取了他的肝脏、肾脏和眼角膜等器官，但这个举动却在当时的台湾医界引发了激烈的伦理争议。许多的大型医院甚至公开表态拒绝接受死囚的器官，他们认为一个用极度残暴手段剥夺他人生命、冷血损害被害人遗体的人，最后却试图用捐赠器官来为自己洗白，听起来非常的讽刺。如今案发后20几年过去了，台湾食人魔这个惊悚的称号偶尔还是会在网络上被提起，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不只是这个充满猎奇色彩的标签，而是一个认真工作、努力生活的年轻业务员。他只是因为一份单纯的职业信任，走进了一个被精心设计好的致命陷阱里，然后再也没有能回家了。我是阿米，我们下期影片见。